年銷1000億的檳榔，為什麼只有在便利店門口才能看得到？你有沒有發現，中國有超過6000萬人在嚼檳榔，但這個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類致癌物的東西，你在沃爾瑪、家樂福這種大超市裡壓根兒找不到。偏偏街角任何一家便利店，進門最顯眼的位置一定擺着花花綠綠的檳榔專櫃。2011年到2018年，中國檳榔產業產值從558億飆到781億，7年漲了40%多。到了2025年，行業產值已經突破1000億，而且年均增速還保持在10%左右。海南全島檳榔種植面積超過400萬畝，覆蓋了230萬農戶。一面是1000億規模的狂奔，一面是明晃晃的健康警告。檳榔裡的檳榔鹼能刺激多巴胺分泌，讓人產生短暫的快感，但這種快感自帶成癮性，嚼多了身體產生耐受性，想維持同等快樂，只能越嚼越多。而長期嚼檳榔的人，口腔癌發病時間比不嚼的人平均提前了整整10年。那問題來了，一個被明確列為一類致癌物的東西，為什麼偏偏跟便利店鎖死了 CP， 卻被大型商超集體拉黑了呢？這就得看產品本身的奇葩屬性了。檳榔包裝上印着保質期是60天，但行內人都知道，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22天，因為加工时得加大量石灰中和苦涩味，软化粗糙纖維，石灰一摻和就搞出强碱性环境，防腐剂在這兒基本是擺設，超過1個月口感發硬發苦，賣不出去只能扔。大型超市貨架周轉慢，檳榔擺上2周賣不動就得打折處理，虧本風險太高。便利店小批量進貨，快速輪轉，基本上加1周內就能清空，過期損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再看消費場景，檳榔的核心消費者都是日跑型選手，一天至少1包，誰會為了買包檳榔專門開車去幾公里外的大超市？但樓下便利店下樓掃碼開嚼，前後不過1分鐘，這種隨吃隨買的高頻即時消費，跟超市的家庭囤貨邏輯完全八字不合。而且檳榔品牌特別喜歡搞掃2維碼贏紅包再來1包的活動，超市要是賣就得專門雇人核銷獎品，預留兌換庫存，人力成本一算，賣10包檳榔都賺不回一個核銷員的工資。但便利店大多是夫妻店模式，老板身兼数職，給中獎顧客換1包檳榔不過是順手的事，幾乎不產生額外成本。不过利潤才是真正的王炸，1包檳榔零售價從10幾塊到50、60不等，但原材料加包装成本可能連售價的1/10都不到。更狠的是，檳榔品牌為了搶點位，不光免費設計獨立專櫃，還主動繳納高額的陳列費。有說法是，在湖南開個便利店，光幾個檳榔企業給的終端廣告費就能填補每月的經營成本。如今頭部檳榔品牌的縣域網點已經超過10萬家，且大多扎根在便利店的顯眼位置，而大型超市貨架上全是食品，單獨給檳榔劃個非食品專區，既不倫不類，也容易招惹輿論和官司。便利店就靈活多了，檳榔品牌提供獨立展示櫃，名義上不與食品混纺，打個擦邊球，於是形成了今天的奇觀：大超市集體拉黑，小便利店瘋狂內卷。2026年以來，多地重申去食品化監管，雲南瑞麗明確要求嚴禁食品化經營檳榔，校園周邊200米範圍內禁止陳列售賣。廣東市場監管部門表示，將系統論證把檳榔劃為特殊管控品類的可行性。各地也在開展專項整治，有地方排查41家經營戶，下架了4家檳榔製品；有地方將中小學周邊200米劃為核心監管區域，重點整治檳榔與食品混放、違規向未成年人售賣等問題。但這些都是地方性的專項整治，風聲緊就收，風頭過就擺回來，執法人員跑斷腿也架不住商家打游擊。所以症結就一個，國家層面至今沒有明確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檳榔的統一法規，更沒有刚性的處罰標準。檳榔能在便利店的方寸之間活得風生水起，靠的就是成癮性，鎖死了高頻消費、短保質期，天然排斥大超市，政策空白給了鑽空子的空間。对便利店來說，這是門好生意，但對6000萬成癮者來說，尤其是對那些還在長身體的孩子們，這是一場被嚴重低估的公共健康危機。給檳榔一個清晰的法律身份，從國家層面剛性劃定校園紅線，明確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，這件事真的不能再拖了。